讲读史，今天喜欢历史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现象。那我们的历史呢？正史、24史，现在也有25史，就加上清史、26史，加上民国史你通过正史了解历史，那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我们如果了解历史，正史要看，野史也要看其他的那种，比如这种笔记小说也要看。但你捕捉的是什么呢？是它存在的一个道理。我们过去的学者都是考据学，都是靠书和书之间的关系来证明这个历史的存在。钱家学派以后西方的观念逐渐引入中国，就是考古。我们宋代就有考古这个词，宋代的考古更多的是考据，而今天的考古是西方考古学的观念，叫以物证史。就你说的那个事儿，必须得有这物存在，要不然我们没法证明这个历史存在的一个真实。政务不严，但是它不可改变。所以前些年我们国家的夏商周的这个断代工程，就是动用了全国的所有的资料、所有的出土、所有1等1的专家来证明我们夏商周的这个断代年表。做完了以后依然可能出现错误，比如又出现一个文物证据指向跟你的判断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再改。我们一直说我们应该具有史观。历史会重复前人走过的路，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在他摔跟头的地方你依然可以摔跟头。所以具有史观的人眼界是宽的历史是使你看得很远，你回过头去能看多远，你正面就能看多远。那史观是什么呢？是人类对于历史带有文学色彩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呢带有本人色彩，对吧？每个人对历史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历史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有人穷极一生的精力就想知道历史的真相，我觉得这是一个歧途。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历史。如果我们说只给你8个字，让你把中国的历史讲一遍，你怎么讲呢？你讲不出来。三国演义讲了，叫天下大势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12个字前面那4个不算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中国的历史。我想这就是个道理，他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那我们讲起我们史学的老师讲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他不能高度的概括，对吧？他拼命的想告诉你历史的真相，怎么来这个真相呢？就是读书。他认为我读的书比别人多，我从历史上一点一滴的知道一些，告诉你历史的真相。比如我在电视上就看到那个教授有这样的节目这节目很有意思他有预告片预告片这么说某某某学者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这学者很有意思这学者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呢？2000年前的事儿他老婆昨天背着他干的那事儿他都搞不清楚，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呢？所以我就说了没有人有能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同理我们对历史上不管是历史的事件还是历史的人物，它一定有记载不真实的地方。我那天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就说司马光砸缸这事儿司马光砸缸过去有个相声说司马光砸缸司马光砸缸说不清楚那么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呢，在中国是妇孺皆知没人不知道司马光太聪明了，在紧急情况下砸缸救人。那么老师呢说比如赵冬梅老师说他研究司马光很多年了，也在百家讲坛讲过司马光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呢，那司马光砸缸这事儿是不是个真事？他说是真事。为什么是真事呢？因为史籍上有记载嘛，宋史正史中有记载司马光传上就有光生7岁，凛然如成人这句是什么意思呢？就司马光7岁的时候凛然像个大人，像个成人。那么
群儿戏于庭，就是一大堆孩子在这个院子里玩耍。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之，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而得救。史籍上记载有好多问题。第一啊，它记载的是瓮，不是缸。我说那时候宋代烧不了这么大的缸，我说的是缸，不是瓮啊。你知道瓮这个东西比缸好烧，所以中国战国到汉时期的大瓮比比皆是。那为什么缸不好烧，瓮好烧呢？它跟这个陶瓷的应力有直接关系。瓮是收口的，烧造的时候应力不得释放，所以它还能保持这个造型。如果是个长口的，应力一释放，尤其用陶土烧，就我们说的陶缸，它就会开裂或者变形，烧不成。这是器物学的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更深的讲啊，陶器和瓷器有什么区别。我们常见的水缸既不是陶瓷，既不是陶器，也不是瓷器，是一种叫石器的一种特殊的瓷器。而烧造这种瓷器需要极高的温度，当时是达不到这个温度的，所以早期烧不出来。那么瓷缸啊，就是这种瓷缸，这种样子的瓷缸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明以后才开始有的啊。明以后烧造瓷缸费了大劲了，宫廷为烧造瓷缸伤透了脑筋。我们明朝啊，到了明中的时候啊，比如正统这个景泰天顺年间，烧造的龙缸全部都打碎，在景德镇有出土。今天你看到的那大缸全是拼接的，但尺寸不足以淹死7岁的孩子。7岁的孩子有多高啊？7岁的孩子今天大概在1.2米左右啊，有的现在孩子长得还高。我们古代即便营养不好，那可以减10公分，1.1米，但现在我们能看到早期的缸深度超过90公分的几乎不见，因为头还得去20公分呢，对吧？那我们只好想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啊。第一，有没有可能淹死他？瓮是肯定有可能的，比如他倒栽葱进去的。一儿登瓮，肯定是脚踩的这个瓮的边缘上，脚一滑进去的。理论上讲呢，它不可能倒栽葱进去，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残存的这个道理。我们史书都是后修啊，尤其唐以后都是官修。宋史什么时候修的呢？是元朝修的。元朝修史一开始，皇帝老不满意，所以就拖拖拉拉，一直到元末，托主编的这个《宋史》才算问世。这时候是哪年呢？是至正年间，是1345年啊。司马光出生于北宋时期，司马光7岁时间。距离这1345年已经过去300多年了，300多年前的事儿，宋史修的时候是写进史册。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实如果是真实的，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写的东西可以证明清代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长的，所以史书上的记载不一定准确，这个事情不一定发生。或者说这个事情有发生，但不一定是发生在司马光身上，发生在别人身上，移植到司马光身上。那为什么要移植到司马光身上呢？是因为司马光在历史上正面评价非常高，所以对他来说有极大的溢美之词。你比如说7岁凛然如成人，这就是溢美之词。我们今天可以看到7岁的孩子啊，说这孩子跟小大人似的啊，说话净说大人话。但是只是你一个短暂的感觉，如果你跟这个孩子按照成年人那么去聊天，这孩子肯定不能应付。我想古代依然是这样，说凛然如成人，也就是说他比一般的孩子早熟一点，但他完全不可能是个成人，对吧？你比如我们古代对司马光有很多故事，比如景枕的故事，我很早以前都写过文啊，说司马光由于编《资治通鉴》，极为珍惜时间，睡景枕啊。什么叫景枕呢？就是结一节圆木啊，圆的木头，两头坠一铃铛，躺在上面，如果睡久了，沉睡过去，一动唤，铃铛一响就醒了，醒了赶紧看书啊，编书。所以珍惜时间，
这些故事到底有没有，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它说明一个道理，说明司马光珍惜时光。那么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道理呢？说明司马光从小就有那逆向思维，我们都是顺向的思维，对不对？人掉到缸里，那想办法把它捞出来，但司马光看捞不出来，那我把缸打破，在生命和财产之间选择生命，所以它是个逆向思维。比如我们史籍啊，把人呢就归为有正传啊，你比如司马光这都是正传，有奸臣传。你想，你只要归为奸臣，这人就不是好人，所以他一定要脸谱化。正传的人啊，好人都是把优良的品质堆上去，这个坏人呢是把坏事堆上去，来证明这个人是坏啊。你比如我们这个唐朝的酷吏啊，来俊臣啊，看过电视剧大家都知道啊，周兴来俊臣。有人就跟我说，那么请君入瓮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能以物证实？就是有没有这档子事儿？唐朝有没有那么大的瓮？有，但这个事儿未必有。为什么呢？我们讲道理啊。来俊臣是唐初的人，武则天时期的人啊，唐早期的人，不是唐初，唐早期。那么记载这个故事啊，谁记载的呢？我们第一段文字记载它呢，应该是当时有一个作家写的笔记小说，叫《朝野千载》。朝野千载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朝廷里的事和民间的事全都记录下来。这本小说里绝大部分都是鬼狐故事，鬼狐神仙的故事啊，只有少数的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但这几本书并没有存下。第一次把它记录下来的是谁呢？是宋初的《太平广记》。但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宋代的版本，我们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的版本，这时候距离来俊臣时代800多年以上。你知道古代的版本是这样，每个人在增补的时候啊，在修订的时候都可以任意添加删改。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管着你。我们今天也是，我在出版社的时候也是，这个书啊经常改，就是再版的时候，不好的地方，比如反映有错误的地方就去掉啊，有的加上。如果时局有所改变呢，可能还增加一些内容。那你想想，800多年对一个人的评价，那里头的版本经过多少次你根本不清楚。所以从唐到宋一直到明嘉靖，这800多年有多少个版别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近的版别，距今就是400多年。400多年前记录1000多年前的事儿，那你认为这事儿可能是真实的吗？有没有这档子事儿啊？当朝的一个笔记小说，对吧？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今天我们看的电视剧啊，电视剧也是一个文学创作，那小说也是文学创作啊。所以这里人物也有虚构，故事也可能有虚构。所以我们读史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要死乞白咧的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我们今天说历史的大真实是有的，小真实很难存在。为什么呢？是因为写史书的人一定有自己的观点，尤其官方修史书，官方修史书一定要得到官方的认可。你比如辽史啊，辽史宋国人就想修，宋国人修2回没修好。为什么没修好呢？就觉得不能把它说太好，我们被辽国人欺负得太厉害了。所以北宋时候修1回，南宋时修1回，修的时候看到说这修的不好啊，甭修了，最后就没修成。最后辽史被蒙古人修啊，被元朝人修，跟宋史一块修出来。那么元朝基于到辽朝的时候，中间间隔好几百年，再加上有偏见，所以呢，辽史是公认的讹误最多的正史。那我们今天啊，对我们的中古史，比如对宋史、对辽史、对金史乃至元史，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是应该你对这个历史的一个总体的把握。我们历史的总体的走向是真实的，这个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具体到个人身上，
你比如说，你对武则天的判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每个历史时期对他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对吧？那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史观。我们在社会学的分层时候呢，这个文学呢和史学呢都归为一类。有时候说文史不分家嘛，对吧？我们看看司马迁的《史记》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大量的文学描写，所以文史不分家。赵匡胤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夜就做了皇上啊。做了皇上以后，这事情就没那么好办啊。一开始要江山平定啊，你得让人家都服你的气。但到后来就舒服了，舒服了干什么呢？闲着没事，没事干嘛去呢？到后院打鸟啊，打鸟打得正高兴呢，有群臣要求相见，说有急事。这皇上就说什么急事，就赶紧就回来了。回来了一看，奏上来的这事儿都是这个平常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就说：“你这事儿有那么急吗？”那大臣就说：“起码比你打鸟急。”宋代啊，文人治天下呀，他还真不怵皇上，跟皇上敢顶嘴。那今天的说，那就是我们错了，还是您那事儿急，对吧？大臣呢，就有点不服气，不服气呢，他就拿那祝府啊，随手一挥手，把这大臣的牙就打落了。我们过去说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但这大臣不干，就低下身子去捡这个牙，捡了牙以后呢，还揣在怀里收着。那皇上看着就怪了，说你干嘛？你想干嘛呀？难道你还想告我不成？然后这大臣说什么呢？说我不会告你，我怎么能告皇上呢？但自有史官记录此事。那皇上一下就慌了。过去的人呢，不管你是皇上还是平民百姓，你都有一怕，都知道有一个因果报应啊，都有一种极强的道德约束。所以皇上说得说这么着吧，说你也甭生气啊，说这个我也是一时兴起，那这么着吧，我就赔你东西，又赔黄金又赔这个丝绸，赔了一大堆东西，这事才算了了。但是此事被记录在野史之中啊，这不是正史，正史肯定不记，正史对皇上不好吗？他不记了，野史是记录的，有这么一段。这事有没有吗？不知道。发生过没有？不知道。但是它很说明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宋代以文人治天下啊，宋代的文人地位非常高，这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有很多成语吧，比如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这些都是出自古代的这个各种书籍。那么究竟有没有具体的事啊？我们就想哈，映雪啊，雪地里看书是可能的。我早年在东北的时候，月光好的时候，绝对能看见字啊。凿壁偷光啊，我觉得有点悬，因为古代的这个灯啊是灯火嘛，很暗。您再隔着一屋子凿一窟窿，用那个灯过来看书啊，我估计比较累。这事儿能不能成立啊？不敢说，我觉得这事儿有可能不成立。那么最不成立的是什么呢？囊萤，对不对？把这个萤火虫装在一个包里，沙包里，透着光看书，这绝不可能。萤火虫我见过，我小时候特爱逮那玩意儿，逮几个搁在里头啊，扒在眼睛上看就隐隐约约的一点光，用它来看书是不可能的。那它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说的都是古人的苦读，他要说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没必要去纠结这个事儿是否真实。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我也没有能力。如果我跟你说我讲的都是历史真相，我就是从书上看来的，我把那书背下来跟你讲一遍，对吧？它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但是我们又很怕有历史的虚无主义，比如有一种思潮叫历史虚无主义。你说历史没有真相，那是不是历史都是虚无的？不是，我们大的脉络是清楚的，我们每个朝代的兴衰是清楚的，对不对？要不然唐太宗不会说嘛，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就别人怎么兴亡的，怎么后来被替代掉，这个道理我们要弄明白，对吧？比如沈括的《梦溪笔谈》里就载这样一件事儿，他说太祖赵匡胤啊，他就问赵普问赵普说呢，说天下何物为大呢？何物最大？赵普说这事儿呢，
你得让我想想，我现在没法回答你，皇上。回去想了一宿，回来告诉皇上说呢，说我觉得啊，世上天下道理最大。赵匡胤听了以后呢，就频频称赞，说你说的真是这样。按一般人都会说，赵普那巴结皇上，就是说那天下肯定是天子最大呀，天最大呀。他不是，他说是道理最大。所以我就强调，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摸出这个道理，或者理解这个道理，或者懂得这个道理，或者传播这个道理，是我们今天读史的一个真谛。总之，我们中国人对老虎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啊。过去有句老话，我小时候就听说过，叫“人死如虎，虎死如羊”，就是说老虎死了就不可怕了，就跟小绵羊似的。但人死了反而跟老虎一样的可怕，一般人不敢靠近。中国人对老虎的感情呢是非常复杂的，它是又爱又怕。那先说我们为什么爱老虎呢？因为老虎的动作敏捷呀，身形和斑纹都非常漂亮，所以我们老说虎斑猫啊，虎纹猫。你看我们观复猫中的花肥肥啊，我们现在的花菲菲，这都属于虎纹猫。这种猫身上的花纹呢，跟老虎非常相似啊。因为老虎我们生活中不常见嘛，除了你看视频啦，你偶尔上动物园去看看。但是猫是常见的，尤其我们这种中华田园猫啊，这种虎斑纹的猫科动物啊，习性其实都差不多啊。你不管是我们的猫还是老虎啊，走的都是猫步啊，喜欢独往独来。过去有一种说法，我小时候就知道，说猫是老虎的师傅啊，最后这个留了一手啊，把自个儿的本事都交给了老虎，但是上树这一手没交给他，所以老虎不会上树。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老虎就是不会上树啊。其实我后来看到一些视频，这老虎急了眼的时候也能窜两下子啊，能上到树的半截高啊，但是它绝对没有像豹子那样可以在树和树之间来回窜，来回行走如飞。那么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碰见老虎啊，当然我们今天在野外碰见老虎的机会是很少了。最近这些年，由于注重环保啊，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得很好，所以能看到一些视频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人驾车离老虎只有5米远，所以你在野外碰见老虎，你上树是别想这事儿了啊，你没那么快的敏捷的动作。那我们再说说我们为什么又怕老虎呢？是因为这个老虎个大啊，它的咬合力经过科学测试呢，大概有450公斤。老虎的这个掌力啊，可达1.5到2吨重。那人的那脑袋呀，在它的掌力下几乎就是一颗西瓜呀。老虎奔跑的速度啊，在100米的时候啊，大概只需要4.5秒。那我们人类呢，最快的啊也需要9秒多，它差不多是人类奔跑速度的1倍。种种条件去衡量老虎，老虎呢，它确实称得上百兽之王。哎，恰恰它这脑门上这斑纹呢，往往有一个很像我们汉字“王”这个字的这个纹饰啊。你看这个手把件这个玉老虎中啊，这脑袋上也有一个“王”字儿。由于老虎这种王者之气啊，我们有一句话常说的叫“伴君如伴虎”，就是说君王有着老虎一样不可琢磨的秉性，又比较凶。孔子也说过啊，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苛政猛于虎”，这些都是取自于老虎凶猛的习性。总之，我们中国人对老虎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啊。过去有句老话，我小时候就听说过，叫“人死如虎，虎死如羊”，就是说老虎死了就不可怕了，就跟小绵羊似的；但人死了反而跟老虎一样的可怕，一般人不敢靠近。那其实这老虎的称谓特别多啊，如果你翻古籍去，我估计几十种总是有的啊。有的我们熟悉，有的我们不熟悉。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水浒传》中提到的大虫。我们读《水浒传》啊，23回啊，这个武松打虎啊，老虎是这样写的啊：老虎一出场，就说那一阵风刮过，
只听得乱树背后“噗”的一声响，跳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吊睛白额啊，都是这种形容词啊，京剧五声就会勾画吊睛眼，显得有神呢。你看，把这眼睛往上这么一弄，它就有神了。白额呢是说老虎头上这有一撮白毛啊，斑纹。关于这一点呢，有人说这是上了岁数的老虎才有这白斑纹呢啊，但我也没有这个研究过啊，估计这是跟人似的。你看我岁数大了，头发就白了，老虎这岁数大了呢，这块就多了一块白色的斑纹。但大虫这一词真的不是《水浒》的原创，至少有2000年了啊，在西汉的时候就有这个学者提出了五虫说。这个古人呢，把动物分成5类，都称之为虫。比如羽虫，带羽毛的啊，羽虫啊；比如鳞虫，那就是带鳞的，那比如鱼啊、蛇呀，这都带鳞的啊。毛虫呢，就是老虎这一类的，因为身上是长毛的嘛。再有就是甲虫啊，甲壳的啊，带壳的啊。再有就是裸虫。什么是裸虫？我们得讲讲，就身上没毛的、光溜溜的，什么都不是的，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人类。既然知道了毛虫呢，就是披着毛发的兽类，那么作为兽中之王啊，那显然就是大虫了嘛。毛虫里最厉害的，我想了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然就是老虎啦。《水浒传》中啊，这个还有一个大虫，这个大虫前面冠一个字叫母大虫啊。母大虫啊，顾大嫂啊，顾大嫂是什么？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的钗环啊，露2臂10星的这个串镯啊，镯是在这儿，串是在这儿啊，她带着一身的这种金属首饰。你想，这样一位这个彪悍的奇女子啊，她确实有着老虎一般的魄力。但是我们也没考证啊，我也不知道这母老虎这词儿是不是就打这儿来的啊，就是打《水浒》这儿来的。五代两宋时期啊，以大虫为称号的能人还很多，比如五代十国的名将李琼啊，北宋的名将姚内宾等等，他都称之为大虫。在更早一点的唐代啊，唐太祖叫李虎啊，所以那个避他这个虎字呢，就改为大虫。老虎还有很多称谓啊，比如这个乌涂啊，乌涂呢是最早是楚国的一个地名。就是今天湖北的云梦县啊，北宋黄庭坚啊有句诗句叫“王侯文采似乌涂，鸿生人间汗血居”啊。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读过鲁迅先生的诗啊。鲁迅先生说：“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我们过去看这个乌涂，这个乌字还是那个反写的鱼字，还容易念错啊。涂呢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兔啊，这个兔呢这不认识就念一半，这能蒙对。再比如老虎呢，还有一种称谓叫伏猛啊，这个很容易理解，伏是潜伏，猛呢就是凶猛。苏轼就写过“林深伏猛在，暗改潜真疑”啊，说的这个伏猛就是老虎。那当然，老虎的别称呢，里头有一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叫斑哥，身上有斑纹啊，斑哥啊。比如叫大猫啊，今天大家都知道，把这个因为老虎跟猫走起来非常的相像，所以叫大猫。比如银将军，银将军就比较文了。我们今年是壬寅年，就这银将军，白额侯，侯是赋予他一个官职啊，等等。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虎，在科学上就叫虎啊，科学上没有老这个字儿，没有这个情感字儿啊。我们一般中国人一说老虎，往往指的都是东北虎。其实东北虎呢，是我们长久形成的一个俗称啊，就是因为它地处东北地区嘛，它在科学上不叫东北虎，它科学上呢，它的学名叫西伯利亚虎。西伯利亚虎呢，现在尽管我们好像生活中老听到他说这个东北虎，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濒危物种。那虎中也有最濒危级的，是什么呢？是虎中的大熊猫啊，那就是我们国家的野生华南虎。华南虎有个响亮的名字，它就叫中国虎，它就只有中国这个领地有，除了中国就没有。历史上也叫过厦门虎。华南虎是中国的，我们国家的1级保护动物，世界10大濒危动物之首，极度濒危。
份啊，已经多年了。我是这个野生救援的公益大使，最著名的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们也深知保护动物的这个责任之重啊，保护动物的这个难度之难啊。野生老虎的栖息地被破坏啊，现在大量的这个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进行偷猎，所有的这种偷猎都是使我们的野生老虎啊在野外生存的巨大障碍。有人说，这有那么难吗？我看东北那虎园里全是老虎，把它放出去不得了吗？哎，你还真就不行，因为人工饲养的老虎，只要你放在野外，那就是一个死，因为它没有捕获猎物的一个能力。老虎的野化训练是非常非常难的啊！你把一只小老虎，就是人工饲养的小老虎生下来，如果你做野化训练，你人带着它是很难野化的，必须它妈带着它。但它妈又是你豢养的一个老虎，没有捕获能力，天天吃的是你切好了的肉，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野生老虎啊，你依靠人类豢养去放生，几乎这条路目前是不可能的。也许未来有方法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那句话啊，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我们不要因为你喜欢什么虎皮呀，你觉得虎骨能够怎么样了，你才去买卖。你要买卖，就等于你间接的杀害了这些野生动物。过去啊，文学作品中这老虎多啊，我们自古就是有很多关于虎的典故，比如卞庄子刺虎的故事。那大概说的卞庄子是如何等待时期，就是等待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之后，然后再刺向那只受伤的老虎。这样一来呢，等于一刺两虎啊，一举两得，坐收渔翁之利。这个打虎啊，流传最广的故事肯定是武松打虎啊。武松打虎还是没事找事儿啊，赤手空拳，酒后打的，或者3碗不过冈啊，喝了18碗，然后过冈，一战成名，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打虎英雄。这在《水浒传》第23回中呢就有描述啊，怎么打的那都说的神乎其神啊。那么《水浒》中还有一个比他还牛的人啊，因为这人呢叫黑旋风李逵啊，他杀虎的数量远比这个武松多啊，他一次就杀了4虎。这是因为他要复仇，因为老虎把他母亲吃了嘛，所以他追到虎穴，把一窝大大小小的4只老虎全给杀死了。这在这个《水浒传》中呢第43回的描述中呢都有精彩的描述啊，喜欢文学的人都看看。那我们的文学著作中呢对这个虎呢多有描写，还有一部名气非常大的，就甚至我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里最好的小说啊，就是它包含了我们今天文学的所有的手法和内容，那就是《西游记》啊。《西游记》中啊，这老虎出现了多少回呢？至少是5回啊。其中第一个出场的这老虎是唐僧遇到的一个妖怪啊，这因为这是老虎精啊，叫银将军啊。我们一开始说了银将军，银就是虎年嘛，是这样描写的，说他雄威身凛凛，猛气冒堂堂啊，电目飞光焰，雷霆震四方啊，把他描述的就特别神奇。这位银将军听了这好友熊山君的规劝呢，就没有吃唐僧，还放了白马，一共吃了2个侍从。而那时的这个孙悟空啊，孙大圣呢还被压在五指山下呢。到了《西游记》的第13回啊，后来唐僧在五指山下救了这个孙悟空以后呢，才遇到了这第2只老虎。这只老虎还就不是妖怪了，就是个老虎。这老虎就被孙悟空一棒子就给打死了。这虎皮呢，让唐僧做成了虎皮裙，围在了孙悟空身上。现在你看啊，这个虎皮裙啊，虎皮裙不是太流行，但是那个豹皮裙特别流行啊。前1年我看好像经常流行那豹纹这个风格啊。我们今天看啊，这1000多年前的唐僧和孙悟空都挺时髦的着装。再后来啊，《西游记》中至少还有3处对虎的描写，可见这个老虎在百姓心目中的这个地位。那我们如果喜欢现代文学的啊，也经常有这种打虎的情节啊。小时候啊，最著名的一个小说就叫《林海雪原》啊。《林海雪原》呢，这些年还又重拍了啊。杨子荣假扮土匪胡彪，骑着这个土匪徐打马棒的马，这个奔向这个匪巢威虎山。结果在路上的时候就碰见这东北虎。这东北虎本来不是冲着杨子荣去的，是冲着他那匹马去的。但这马不能让虎吃了，让虎吃了我这没腿了。另外这马还是我进山很重要的一个证据，这是
许的马棒的马呀。那等于失掉了这马，我的身份就说不清了。所以杨子荣就当机立断，就掏出枪来，就冲老虎开枪啊！小说描述的跟这个戏剧描述的是不一样的，戏剧的这描述的就比较简单了，就几枪就把老虎打死了。可是小说中的描述就稍微复杂一点儿。打虎上山啊，后来被改成了这个样板戏啊，就是智取威虎山啊。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是在智取威虎山中的很重要的一场戏啊。这场戏呢，我们到今天啊还能看到各种人的翻唱，非常好听啊。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就打这儿来的。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打虎的事迹，好像就不打这只老虎，在中国就成不了英雄。那你说这老虎冤不冤呢？老虎冤呐！老虎说我招谁惹谁了？你们都去当英雄，为什么非要打我呢？其实这些桥段啊，都是为了凸显英雄好汉的勇猛无畏的精神，来由文学家创作的，表明我们人类有战胜猛虎的力量和决心。但古代的人是没有环保概念的，觉得打虎就是英雄，以致我小时候看书的时候还有打虎英雄这词儿呢。今天不提倡啊，今天的老虎除了我们生活中有机会可以去到虎园去观赏，剩下的就是保护动物，尽管它凶猛，要跟它共存。在中国文化中，这虎啊分两种，一种叫文虎，一种叫武虎。我们前面说的是武虎啊，文虎那就有意思了啊。比如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呢，提到了啊，这个刘备阵营里的五虎上将啊，这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这些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嘛，他们是用虎将啊，文虎、武虎，这是五虎的虎将，在历史上就被古人去应用了。唐代李白的诗里就有"虎将如雷霆，纵容向东巡"啊，他有这样的词啊，有这样的诗词。那么虎将指的就是这种武将啊。那么文将是什么呢？文将最有名的，我想来想去就是一唐伯虎啊。唐伯虎呢，本身伯虎就是他名字，因为他本名是唐寅，他一定生在虎年嘛，寅年嘛。他是我们明朝啊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啊。他出生于成化6年，成化6年呢，就是换算成公元就是1470年的3月6号，2月初嘛，2月初4。他行排老大，所以叫伯虎。我们中国人过去你要听到这个伯仲叔季，它就是1、2、3、4的意思。伯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啊，叔就是老三，季就是老四。所以过去有4个兄弟，他中间可能往往取这4个字。唐伯虎的画呢，就是如果你对吴门画派有个了解啊，就明朝末年的时候，整个这个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这一片，优秀的画家，他们画风都比较接近，所以叫吴门画派。你看吴门画派的都比较文气，他不可能画这种很野的啊，就是很世俗的这种内容。从古到今，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啊，处处可以看到带虎元素的东西，比如小孩啊，过去生孩子，你看那小孩在人怀里抱着的啊，戴着虎头帽，穿着虎头鞋啊，睡觉时候枕着虎头枕。过去小孩玩的玩具，现在估计也没人玩了，就叫布老虎，拿布缝一老虎啊。这个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种习俗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生存条件、医疗条件都不好，小孩呢很容易早夭，就小孩没长大就走了。那大家呢就觉得老虎这个身板硬了啊，老虎可以辟邪，所以就用这个虎头帽啊、虎头鞋、虎头枕呢替它辟邪。再加上虎这个音呢，有人认为它还有护啊、保护的意思，所以认为老虎呢也护主护宅。所以这些文物呢就跟虎有关啊，比如我们这个观复博物馆就有这个虎枕，还有各种玉器啊，各个时期的文物。我们最后再讲，就是我们最早带虎的文物有什么呢？有一件文物叫虎俑，也叫虎食人俑，这是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目前全世界啊仅有1对儿，有2个。那么相传呢，它是在民国时期啊，清末民国时期出土于湖南的安化宁乡一带，后来就流散到国外。流散到国外这2只呢也就散开了，一个现在在欧洲，在法国，就是巴黎的这个塞努奇博物馆里，另一件呢藏于日本京都的全屋博物馆。
酉，我们先说酉这东西啊，酉是先秦的一种酒器，酉的形态很多啊，但是总体上都有一个梁，有这样一个有点像我们拎着的一个这个带把的壶吧。它的材料呢，一般就是青铜为材质的，它显示了当时贵族的这个权势和威严。这两件酉呢，在这个纹饰上啊，都很接近。都反乳，造型呢非常奇特。它奇在哪里呢？它奇在血盆大口的壶口之下呢，人的神情呢却格外的平和，波澜不惊，好像有点心甘情愿的被吃掉的意思。所以呢，后世人就猜测研究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人说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献祭文化啊，把这个奴隶就献给山中的虎神吧，祈求太平。也有人说呢，这跟虎食鬼的这个神话有关啊，因为老虎能驱除恶鬼嘛，取辟邪之用。那还有一种说法啊，就学者说呢，这老虎可能正在给这人哺育呢。反正各种说法都有啊。古代事儿是这样，能研究咱就研究，能找到答案咱就找到答案，找不到答案呢就各说各的，然后你愿意听谁的你就听谁的，你愿意信谁的就信谁的。但是总之，这个图案它代表了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这就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一个老虎，一个凶猛的老虎和一个人平和的在一起呢，那可以说我们先秦时期的有些文化具有强烈的这种共生或者说环保意识。那因为这件东西太神秘了啊，这个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定论，说它到底什么意思。我想可能永远没有定论了，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文物中还有一种啊，过去这个发兵用的叫虎符。虎符的出现主要是保证君主在传达命令时调动部队呢不能出差错，简单的说是密码。那么过去古代不能像现在，现在是我们通过现代的通讯设备去下达命令啊，比如打个电话就能下达命令。那古人不知道啊，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那怎么办呢？如果要调兵遣将怎么办？派信使去拿着虎符，第一半虎符在这个带兵的将军手里，一半虎符在君王这里。君王把这个虎符拿着给他去，说你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这就表明这个信息的真实性。据研究啊，它最早是周朝军事家姜子牙发明的。全世界现在有虎符呢，有很多种啊，有铜的，有金的，还有玉的啊。据说周代的时候还有竹片做的，那咱看不见了。你看这个福字本身就是一个竹字头，这个竹字头都不排除最初它就是竹子的。铜制的虎符呢，基本都是秦国的啊，最著名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那个杜虎符啊，这个虎符就这么大啊，是9.5公分长，大概有不到10公分嘛，一拳头嘛，然后高度有4.4厘米，厚度就很薄了，只不到1公分。背面有槽啊，颈上有孔啊，虎呈站立状。它身上有错金的铭文，有9行40个字，绝大部分是小篆啊。这兵甲直服，右在军，左在度。凡兴士披甲用兵50人以上，必会军服，乃敢行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右半服存于君王之处，左半服就存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里。凡是要调动军队啊，50人以上了呢，杜地的左服就要与君王的右服合服啊，才能行军令。但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那你古代这个传达这个命令它没那么快，它不是打电话，它派人去啊，那怎么办呢？只能点燃烽火，不必理会君王的这右服了。跟虎符相关的典故也很多啊，最著名的就是窃符救赵啊。我们在这儿就不太更多的讲这故事，有兴趣的你网上搜一搜就明白了。我们看关于虎的文物，还有汉代的瓦当，瓦当就是过去盖房子不是有瓦吗？瓦的顶头堵住的这一块叫瓦当，也可以说是瓦的最后这个挡头。这个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啊，你注意看，它这个瓦当不仅能保护着那个瓦筒，而且它还有滴水的功能，很漂亮啊。过去这个瓦当上经常写字，写延年益寿啊、长生无疾等吉祥语，但也有采用动物的，比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代表4个方向嘛，东边是青龙啊，西边是白虎，南边是朱雀，北边是玄武，也可以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都可以，中间是黄龙了。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加上黄龙呢，它跟中国的5行啊金木水火土呢对应
我们如果去博物馆啊，您注意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些，比如这个瓦当啊，你注意看，你看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你就记着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你大概就知道方向了。你比如故宫的玄武门，那一定是北门；朱雀门一定是南门，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方位感啊，中国在历史上方位感很强的。我们中国话本身特别有意思，我们这大汉语啊。有时候会把我们身上的人的身上的某个部分跟老虎联系起来，比如啊，我说虎牙，咱这嘴里怎么能长出虎牙来？咱嘴里一定是人牙，对不对？那么虎牙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啊，马上看看自己，你不是每个人都有这虎牙的啊。牙齿从中间算，左右各2颗，这4颗完了就是尖牙。你拿这个牙齿舔一舔，或者呲着牙对镜子看一看，这牙比较尖。这尖牙呢很有意思啊，它历史上它不叫尖牙，它历史上叫犬牙。现在这个科学上啊，把这牙都换了个名儿，比如我们的门牙都叫切牙，干嘛用的？切东西的，比如你把这苹果咬下来，把黄瓜咬折，这都叫切牙。那这个左3右3啊，上下各有这4颗牙叫尖牙。过去这4颗牙全叫犬牙或者叫狗牙。如果长歪了，往前拱着点，这东西就叫虎牙了。这虎牙呢很有意思啊，有长得特厉害了，它得校正去；如果长得，恰到好处，有时候还挺让人喜欢的。所以有人说，你看那孩子长得那小虎牙呢，让人喜欢。凡事没有一定啊，你也不知道您这颗牙，您这颗虎牙长在哪个地方，那么恰到好处的让人喜欢你啊。我们过去小时候老开玩笑说啊，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人说谁嘴里能吐出象牙来？人嘴里还能吐出犬牙来呢，还有吐出虎牙来。所以我们过去的很多这个民俗的话啊，它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再说手，这个部位叫虎口，你看它叫虎口啊，它为什么不叫犬口啊？它不叫猪口，它叫虎口啊，就这个地方啊。中医上叫合谷啊，你这个我有时候胃不舒服了，或者头疼脑热的，你使劲摁这个地方，摁一会儿它就舒服了，它气血运动以后它就舒服了啊。据说鼻塞也行啊，肚子胀什么都可以啊，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只要你不舒服了，你就可以去按它，让它减压。我们过去说过，明朝永乐年间有一种杯子叫压手杯，这压手杯是说它有分量感啊。它正合一虎口，往这儿一搁啊，这杯子啊，我们给你比划一下，就这个整合一个虎口，这就不合，这杯子比虎口合着要大点，压手杯比它要小一点，所以拿着特别舒服。那么在中医上啊，我们的神医华佗呢还编过五禽戏，其中就有虎戏。虎戏主肝啊，肝好了眼睛就好，这是我们传统中医说的。练好了这眼睛就是吊睛猛虎啊！你看那个京剧演员老要去练这眼神儿啊，让眼睛炯炯有神。